我想跟你谈谈。瓶子为什么不扔？我得给自己留个保险。你要什么？我放在彭源家的东西已经拿走了吧？那东西卖的钱我要一半，还有我要出去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无罪释放是不可能的。我顶多帮你争取一下，少判个几年。宋律师，你那么大本事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笑什么？我问你话呢。王大志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信不信？我把他供出去。好啊。他叫什么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承认盗窃那种级别的文物，你一辈子别想出去了。宋白云，你阴我！我阴你干嘛呀？我为什么要阴你啊？凡事都是要讲究证据的。就算你现在把警察叫进来告发我宋白云，他们在我身上什么也查不出来。我还能告你一个诬陷罪，直接把你丢下不管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呢，争取一下，帮你少判个几年，免得给你老娘松手。冯杰啊，你在03年的时候全款购买了一辆车，当时这辆车价值是3万，你从哪儿来的钱啊？我存的。你存的。99年的时候，你的银行账户几乎没有存款，而且你每年收入都固定的，你从哪儿存的钱？我接了一个烧活，就赚了一笔。当时是谁找的你？接什么活？都10几年了，早忘了。停一下。公安调查了银行流水和车房购买记录，只有这个冯杰买车的钱来路不明，非常可疑。而且远浩在冯杰家卧室的床下面发现了另外一只瓶子。行啊，你们2位这回又给技术处理工了，辛苦啊！应该的，继续。这个是在你家发现的，上面全部都是你的指纹。这2只瓶子是不是都是你烧的？我们现在怀疑你有诈骗行为，而且涉嫌的金额巨大。我没有。制假、贩假还不是诈骗？警察同志，我真没有。那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？说话。当年有个人拿着这个方瓶照片找到我，说是让我定制这个方瓶，要求能够以假乱真。但是我不知道他拿这个瓶子去诈骗。10几年前，这么一件工艺品也就值个几百块钱吧，他出3万，你都不怀疑？
这个瓶子确实难烧，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才成功的一窑，出了这么2件。找你的人知道有2件一模一样的吗？我舍不得砸，我就留下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藏在床下面。这期间，我拿出来几次给别人看过，但是没有人愿意出高价。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砸了它。当时谁联系的你？联系方式还有吗？我没有他联系方式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真名是什么。那他长什么样？他每次来都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。他没留真名，那你平时是怎么称呼他的？他让我叫他穆先生。公安根据冯杰的描述，给穆先生做了一个画像，钟总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个不是博物馆监控录像拍到的人吗？公安高度怀疑，这个穆先生很可能就是和王大治联手实施盗窃的人，所以图队又提审了王大治。王大治承认了自己认识穆先生，但是呢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这个穆先生长什么样。所以没有什么有效信息。没事儿，只要有证据，就算是零口供，这案子也能推下去。我们会继续查。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在于揪出这个穆先生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公安已经拿到了冯杰的通讯设备。小陆、晴晴，你们查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可疑信息。好。还有杨波，图队怀疑这个冯杰可能还有没交代的。你研究一下他的笔录，给他做个策划。好啊，大家就赶紧抓紧忙活起来吧，行吧？散会。好。谢谢。哎，这冯杰不是已经承认2个瓶子他做的了吗？你为什么还在看光谱检测呀？反复研究已经有的证据，才能让证据链更加落地。哎，那个瓶子你怎么找到的呀？有夏梦的。好好说话。查指纹嘛。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环境里都会留下大量的指纹啊。这指纹的分布也能说明这个人的生活轨迹，但是找到这个瓶子啊，真的是意外惊喜。等于说夏梦现在也是一种技术。不是，这就说明我运气好，人品好。辛苦大家了啊！大周末的还得加班。公安呢，又询问了冯杰，冯杰终于在穆先生这个事儿上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。严重花粉过敏。怎么样？有什么看法？根据冯杰的交代，他说穆先生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状，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。很难，花粉过敏属于速发性过敏反应，有长期发作的可能，也有临时发作的可能。远航说的也没错，但是关于穆先生的信息点，我们确实太少，所以一个点都不能放过。冯杰也交代，说他只记得这个穆先生开一辆黑色丰田车，至于型号、车牌没有印象。公安去车管所调取了信息，03年，我市黑色丰田车保有量是3120辆，这是一个庞大的检查量，而且我们还不能排除他这个车是租的或者是借的，我们呢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。小陆啊，你也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稍微查得快一点。现在仅有身高数据和花粉过敏2条信息，辅助性的参数还是太少了。要想继续查下去，可能还是很困难。我们想办法。行，抓紧时间弄起来，好吧？散会。好。老周，有没有我能负责的？等等吧，找着穆先生再说，好吧？啊。你们这边怎么样了呀？
兰姐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帮帮我们。兔队说了，他可以帮我们调取医疗记录，但我看过了，现在的数据还是太庞大了。要想再缩小点范围我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关联性推理法。咱们开始吧。来，芊芊，打开建模。哦。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人就是穆先生，已知信息：身高1.77米到1.79米之间，他有一辆黑色丰田车，当时的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，体型中等。根据监控视频来看，这个穆先生应该是短发。短发。芊芊，根据当时驾驶证上的照片进行检索。521条。还有，这个穆先生对古董非常了解，他要么就从事相关的行业，要么就是有相关的学术背景。文化背景。当时这个穆先生是开车去找的冯杰，那如果车是他的，他经济条件一定不差，而且他也没想伪装自己，要不然也不会开车去。怎么那么像一个人呀？像谁啊？不可能。没什么，我能想到差不多这些了。你已经帮我们大忙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芊芊，整理一下，发给兔队。好的。别焦虑啊，焦虑没有用。我没有焦虑啊，挺好的。那就好。爸，秦叔叔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。爸，你说秦叔叔真的会害你吗？我都不敢想。身高1.77米到1.79米之间，体型中等。他要么就从事相关的行业，要么就是有相关的学术背景。兰兰，叔叔知道，你这么多年还在查你爸那个案子。这个人呀，要择善固执，不能因为那些不确定的事影响自己的生活。你生活还得继续吧。你说要你爸活着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不担心吗？秦叔，我一直觉得我爸的死跟这个案子有关。我相信我只要找到幕后的人，把这个案子破了，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。你呀，这个固执劲儿，跟你爸一样。你姑姑很担心你，让我给你捎话，去他那儿吧。好，我走了。秦叔，其实我都知道，但是这个案子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我知道，有需要我的你就叫我一声。知道了，谢谢秦叔。回去吧，回去工作吧。怎么停电了呀？刚刚跳闸了，我刚给合上。你在房间里搞什么发明呢？超负荷？我没有，我那屋暖气不好使，我开了会儿空调，可能是线路老化了吧。这样，你跟你姑说一下，那暖气片该换了，这线路也得换一下。这个您拿着，总是跳闸也不行。走了。
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如果你信任的人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怎么？图队人家已经按照小路给的方向去筛查了，我们只能等人图队的消息，知道吗？我不是怕冯杰记错了吗？不能让图队他们白忙活吗？林兰，案件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查，没有结果也是结果，不会白忙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请你记住，工作就是工作，着急容易犯错误，知道吗？来，老周，哎，来。啊，没事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刚才查人体过敏的资料，发现这个冯杰的口供有点问题，但我不太确定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嗯，行，我会把你这个想法跟图队说一下，啊。好。行了，如你愿了，图队让你们协助调查去。好嘞。这样，李刚，这是你要的照片，谢谢。李队，冯杰当时在口供中承认过，说穆先生当时去过他烧窑的小作坊，也来过这里。对，穆先生和冯杰一直都是在土窑接触。只有曲贤那天来过这儿。啊，对，我还需要03年时候冯杰作坊的照片，这里边没有。我们找过，确实没有。嗯，有问题找政府啊。喂，大家注意了，谁家存着2003年老冯家土窑的照片？麻烦送一趟村委会，麻烦送趟村委会啊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，谢谢。协助你们公安同志破案，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。合影也行啊，只要背景是老冯家土窑就行，啊，你们都抓来起啊，我急着用啊。没事。还不下班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等到结果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来，你看看。
你看出问题来了吗？我已经放弃思考，你能不能直接说？家里种了花，土窑附近也种了花。冯杰交代过，说穆先生去过土窑几次，但是没有出现过敏的反应。你的意思是，冯杰说谎，或者说，穆先生说谎。公安已经连夜调查了符合条件的丰田车主的病历，既符合时间节点，又去看过眼科的人，总共只有13个人。名单中有几个人目前已经不在韩江市了。秦修文，涂队跟我说过，秦修文专家跟你父亲是旧交，这次也请他帮着鉴定了。不过这次他确实符合我们的筛查标准，而且03年他得过一次胃囊炎。我觉着还是要把秦修文调查清楚，是吧？监控中的嫌疑人特征清晰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视频来分析一下血型特征10多年了，这血不好找。那行走动力定型和步伐特征分析呢？这事儿啊，你得找小陆。现在做不了，没有对比样本啊。明白。如果这事儿真的跟秦叔叔有关，哎，来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来，哎，你把那个帽子给他弄正了啊，小勇，你往里。爸，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门没关。如果你想问我的意见啊，那就是面对你内心的怀疑，然后上报。我怀疑什么呀？你跟秦修文认识这么多年，你怀疑什么？你自己应该知道啊。你知道秦叔叔跟我爸什么关系吗？如果你不怀疑秦修文，那这个时候，你就应该第一个去查他，然后排除他的嫌疑。怀疑秦修文，那这个时候，
你就应该第一个去查他，然后排除他的嫌疑。秦叔，哟，大早你怎么来了？又抽烟。就一口，就一口。我今天去早餐店，看这油条是现炸的，特新鲜。像你好这口，马上给你买过来了。正好，我还没吃早饭呢。那你赶紧吃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你这单身男人碗都不洗。啊，昨天小石东有事儿。好吃吧？好吃。最近找男朋友没有啊？你找老伴儿了吗？谢小三。哎，不对呀。这大早上找我来哄我开心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瞧你这说的，我要没什么事儿就不能来找你了呀。但今天确实有一件小事儿。我还不知道你。不过兰兰的事儿就是叔叔的事儿。秦叔，说吧。你这儿之前不是有很多古董书吗？我最近在查那个国宝案，我想找一些资料书看一下。就这点小事儿啊？你亲自跑一趟，你着急吗？着急。行，上去给你拿去。好，给你拿去啊。你看这够不够？够了。还有这个，拿去买点像样衣服啊！捯饬捯饬，赶紧把自己嫁了。我不要，等我嫁出去再说吧。嫁出去还有呢，我这没儿没女的，钱不都是你的呀？赶紧嫁啊！秦叔叔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慢点开摩托。好嘞。1.75米。这什么呀？秦叔叔的身高。哪儿来的？我今儿早拍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这秦叔叔身高1.75米，监控视频里面的人身高是1.77米到1.79米。李兰，你私自去找秦修文，这属于违规调查呀。哦。但纪律就是纪律。我要找到确实的证据。那你把视频交给老钟，算是咱俩一块儿去的。不需要了，秦叔叔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
哎，老庄，是我。我们一起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。对，但是需要声像实验室的配合检验。好，谢谢老庄。哎，大拿来了。刚才老钟给我打电话了，你们要处理什么？不是我们，是他。哎，这有视频，帮我弄一下。没问题。哦，对，停一下。这个位置，帮我放大，做图片精细处理。没问题，1分钟。好。好了，就是他。我用一下啊。好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谢谢，没有了。这上点年纪吃点保健品没什么问题吧？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你就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哎，你们俩可真够可以的，吵架都吵到别人这儿来了。江宁，这个带排查人员的就医记录你是不是都有啊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这秦秀文近几年有没有去骨科就诊的记录？稍等啊。秦秀文，哎，还真有啊。秦修文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，大夫给他开了很多药。有这个症状的人，到了一定年纪，身高会变矮。嗯。也就是说，你刚刚测算秦秀文的身高，不是她14年前实际的身高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扰一下，有人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你们俩说的有一个字儿我都听不懂。我会查清楚的。喂，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出货？哎，等我有时间我再联系你啊。您看看，跟你要的东西一不一样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钱数对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了。秀儿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把兰兰照顾好的。有什么事也得给我打电话，马上就回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
借来的，给兰兰上大学。可你都留给兰兰了，你自己不过了。一个人怎么都好办。秀文，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去深圳？没有换个皇上。我对秦修文和14年前监控视频里的这个人做了步态识别。来，步态分析的结果显示，秦修文与监控录像中男子对比，特征重合率65%。虽然这个结果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，但秦修文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值得怀疑的人。这个视频的角度不一样，那准确率也会降低的。这非同一角度下能有这样的重合率？65%啊，不也是可能吗？证据必须100%，没有可能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还原真相。小陆，你把这个视频的结果汇报给老钟，是否对秦修文进行进一步调查，还得让他和土队决定。行，没事。怎么，大哥，你不高兴啊？我没事。哎，今天中午食堂海鲜饭，要不咱们一块？我有事儿，你自己吃吧。钟检察官，秦秋文让我去他家一趟，我觉得一定有事儿。那我回来再向你汇报。好。兰兰，不是让来吃晚饭吗？秦叔，你想说什么？进屋再说吧。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你跟我说这些，就是想说你和国宝案没有关系是吧？你看看吧，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。
我拿走，今晚就没你事儿了。小勇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条不归路啊！咱们兄弟一场，你不能逼我做错事啊！少废话，我拿不到东西，你觉得你出得了这个门吗？你要想想兰兰和小娟啊，你回去做你的警察不好吗？我就当今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。哼，我压根儿就没想着再回去，你不用再说了。哎，从新修人家回来了。啊？新证据？别动！这是我爸爸的音频，麻烦你交给老钟。这个我觉得你自己交合适。拜托。好。老周，哎，来，老周，林兰中午的时候去找了趟秦秀文，回来的时候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这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人呢？不知道。什么情况啊？而且他情绪还有点低落。我压根儿就没想着再回去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你马上整理一下，发给涂队。好。通知技术处开会。是。哎，把燕初也请上。好的。
走，今晚就没你事儿了。小勇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条不归路啊！咱们兄弟一场，你不能逼我做错事啊！少废话，我拿不到东西，你觉得你出得了这个门吗？你要相信兰兰和小娟啊！您当年跟林队比较熟，你觉得这个声音我压根儿林队去世那么长时间了，我也不太好判断。你当年做助理检察官的时候，跟林队也有接触，你觉得呢？林队在公安干了这么多年，他的声像资料就一点都没有？没有。涂队也把这个音频给跟林队工作的老同事听了，他们听音频，听这个声音，感觉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凭感觉。哎，技术处能不能想想办法？钟处，这个事儿我们方便参与吗？方便。那个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林兰毕竟是负责检查技术的，没必要避嫌。如果林兰可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正常进行。我可以，我会好好工作，保证客观判断。声纹痕迹也是痕迹的一种，也在我们工作范围之内。因为涉及到录音，所以现在需要声像组和电子数据组联合工作，包括语音语态的分析，当然也有心理组的支援。没问题，我回去验证一下音频的真假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剪辑痕迹。我们这边也可以做同步数据分析。好，公安技术人员也在做同步，如果有结果，会第一时间向我们更新。那就先动起来吧，好吧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都别说了，找到真相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你们先都回去吧。需要休息几天吗？不需要。如果你有话憋在心里不想跟我说，就去找江你他们几个去聊聊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秦先生做什么工作的？现在做一些古董生意。给市里有时候也兼职做一些个古董鉴定。您做这行多久了？哎呀，我大学是学历史的，毕业之后也就干这个了。所以林小勇他知道您对古董历史类的东西很了解，对吗？他知道，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就像亲人一样。所以他找你做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他足够的信任你。我想是吧？那你知道他做的事儿吗？那个时候啊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他老拿一些东西让我看真假。后来我就有点怀疑了，我说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他也就跟我坦白了，而且还让我加入他们团伙。我这个人就干不来这个事情，我就劝他退出来。我两个人一来二去，那个时候关系闹得挺僵的。那你们后来都没有再联系过？不怎么联系了。先生，喝水。哎，既然像亲人一样的关系，你当时为什么要录音啊？我当时觉得
这个事情不小，我怕万一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之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就留了个心眼儿，录了点东西。那你为什么要将录音交给林兰呢？前一阵儿，检察院不是让我看那个假瓶子吗？看完之后，我发现兰兰对我态度就不是很对了。我也知道你们开始查这个案子，与其让你们这么查来查去的，还不如把它拿出来。反正你们一定也会查到嘛。说句实话，我从来没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过。肖勇人都死了，我就不能再往他身上泼脏水。我也希望兰兰一直认为他爸是个英雄，是个好警察。那你知道林小勇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吗？我想，大概其也就是内讧了吧，黑吃黑什么这种的。关于车辆的问题，我们对秦秋文再次进行了询问，他也承认了，03年的时候他开了一辆黑色的丰田车。不过你再问他其他的事儿，他基本上就是一问三不知。我们现在正对他的财务状况、社会关系进行调查，目前还没什么结果。针对录音的询问也毫无破绽。现在的关键还是证据太少。不过呢，这2次问话呀，我们对他的声纹都进行了采样，可以跟之前的声音进行比对。声纹鉴定方法极其应用。咱俩一起看，有不懂的直接问大拿。小勇，这个瓶子你不能拿走，瓶子我拿走，今晚就没你事儿了。小勇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条不归路啊！咱们兄弟上你不能做个错事。少废话，我拿不到东西。你觉得你出得了这个门吗？你要想想兰兰和小娟啊，回去做个警察不好吗？我知道今天晚上什么都会发生。喂，报告送来了啊，是你过来还是我？老何，怎么样？那个，这条录音没有剪辑痕迹，至少从录音本身来看，没有任何伪造的迹象。那数据分析升到音轨这一查了吗？音频文件损失太严重了，没有办法进行更加细微的检测，而且很多信息都丢失了，更加无从判断。音频文件一旦被转换成 MP3 这类感知编码的时候，转化过程中丢失的声音信息也是无法找回的。这段录音对我们来说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。不过林兰，你也别着急啊，虽然录音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这个声音的真伪，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实。是啊，顾哥说的对，而且老钟不是说了吗？土队要去找秦秀文问话，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来。哎，老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秦修文的询问结果怎么样了？方便吗？公安刚刚结束对秦秀文的询问，没有任何破绽。你是帮林兰问的吧？你帮我跟他说一声吧。
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了。警察，辛苦你们了啊，没事。上车。你是在可怜我吗？你也可以下车呀。为什么倒霉的事都发生在今天？该发生的一样会发生，这跟倒霉没关系吧？我觉得你真该休息一下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不太适合继续在这个案子里工作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回避吗？爸，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。像我一样。嗯。兰兰，来。爸爸这个工作啊，有时候一忙起来，没日没夜的，经常回不了家，也照顾不了你。爸爸是希望你长大以后啊，能健健康康的、快快乐乐的，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我就想当警察，以后你到哪儿，我就跟你到哪儿。好，你做什么决定啊，爸爸都支持你。好。干嘛？这个趁热吃，我只会做这一种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门我不锁了，有急事找我。
边扫码是吧？谢谢。喂，燕楚。我为什么要现在停止工作啊？副单位。图队那边给消息了，暂时没有找到林小勇的音频资料。毕竟10几年过去了，难度确实有点大。但图队呢也没放弃，已经发动当年跟林小勇一起工作的老同志，看谁手里有音频资料。哎，连主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说这事儿，问问林兰，还是再等等图队那边消息吧。现在给他希望，将来失望更大。钟楚，哎，林兰，燕楚，我工作还没有完成，这个案子还没有结，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赶我走？辞职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，现在好不容易走流程了，那怎么是我赶你走呢？燕楚，我还不想走，你让我把这个案子跟完好不好？这声纹痕迹鉴定不也是我们负责吗？不行，你就是不想让我查这个案子，对不对？就因为我爸跟这个案子有关。林兰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急啊。那个，这样，林兰，你先回去，我跟燕楚商量商量，行吗？听话，快，先回去，快。这丫头，你这……哎，行了，别生气，希望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啊。不理解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好好的，我就算对老林有个交代了。这是个人资料，带走吧。林兰，你现在焦虑和害怕没有用，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好。我之前就这么跟我自己说的。只要找到穆先生，还有背后那个走私集团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进来。连卓，哎，坐。是这样，之前组织上对你的去留啊，一直持保留态度，但这段时间你的工作非常突出，这个上级领导就觉得啊，对一个犯过错误的同志，也要给他机会。所以呢，院里头想呢，就是对你的正式调度进行研究。我是想跟你说呀，这段时间的工作还是要以稳为主，不要冒进。明白。林兰呢？您会给他机会吗？燕初，我坐过冷板凳，我知道那种感觉不好受。你能够主动关心同事，这很好。林兰的事儿我会考虑。燕初是这样，我觉得
让他去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，这样对他更好。您觉得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也去吧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偷听啊？哎，老周，你的提议我看过了，很好，你们直接动起来吧。好啊，明白，应该的。林老师，哎，文璐，哎，那个新发的学习材料我发到统一办案系统里了，不知道你看了没有？哎，我看了。哎，对，我正好想请你和大拿帮个忙。行啊，什么事你说吧。这不老钟要查穆先生吗？林兰说的对，与其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都来了。我们也希望连兰早点回来。为了兰姐，为了案子，来吧，干就完了。谢谢大家，先把没有头部轮廓的照片先撤下来啊！来，行。这得有700张了吧？这要处理。可以。这张。也不知道大郎哥最近怎么样了。哎，李姐，咱要不然给他发张照片吧？也忙活这么半天了，拍个深夜食堂给他看看。我没在努力。金金，把我自拍杆拿来。不让他上火了。上什么火？告诉他欠我们那顿饭呢。来，先拍一张，先拍一张。来吧，来，都进来了啊！3、2、1。的路。东西给了？给了，我应该是暴露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遇事就慌吗？因为你不懂法。这房子抵押贷款我给你办好了。上次给你的鼻息，你要是觉得不安全，就换个地方。
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爸，我给你煮了长寿面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行啊，闺女儿，会给爸爸做面了。我窝了4个鸡蛋，这是最好看的一个。哦，是吗？嗯，来，爸爸看看。不错。哎，那其他仨呢？我吃了。你吃了，没噎着你吧？没有。爸，你快趁热吃吧。好。味道不错啊，有点爸爸的意思了啊。这个奖章啊，是爸爸工作表现不错，奖励给爸爸的。你表现的也不错，爸爸把它奖励给你。来，爸爸给你戴上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，爸，我太喜欢这个了。